其實我不是特別喜歡雪，因為在杭州的雪吧，它都是那種濕不拉幾的雪，很容易就化掉了，所以體驗很不好。但是這裡的雪這不一樣，你看這裡的雪，它就是滑雪聖體，就是它這種雪就全是粉雪，你看。雪球都搓不起來的雪，超級帶勁。這裡是長白山，我不知道你們有來過這兒。之前很多小說裡面也寫過，長白山是一個很神秘、很帶勁的地方。這裡離朝鮮也很近，所以這一次我們就來到了這邊來給你拍樣片日記，也是我第一次來。然後我們的好夥伴智己249支持了我們這趟旅途。這一次他們告訴我們說，這輛車它有着非常好的駕乘體驗，並且有着超程續航，沒有里程焦慮，很適合我們來開它。於是我們就和智己一拍即合，我們將踏上我們的旅途，來給各位抓一些免費的带劲的素材。我們來吧，樣片日記，长白山版。提到长白山，你腦海中的第一印象可能會是眼前這片林海霧凇，或是神秘的天池裡面的水怪，亦或是小說裡描繪的場景。那這裡的冬季氣溫最低能到零下30度左右，屬於典型的高緯度乾冷。所以只要不刮風，再把保暖做到位，其實體感會比想象中要溫和得多。那等你慢慢適應了這裡的溫度，你的注意力就會完全被這片遼闊又純淨的景色所吸引走。那同時，為了能夠更好地呈現這冬日雪景，這次我們在呼倫貝爾也收集了部分樣片。無論手指有多冷，我們都會控制好無人機的搖桿，把這片冬天獨有的景象呈現給你。其實我每一年的冬天都會來東北幹一件事情，就是滑雪。這個東西是我絕對不會做的。為啥？滑雪我真的覺得是我所認知的所有運動裡面受傷率最高，並且最失控，並且很多人還覺得沒有危險的運動。就我身邊太多人就跟我說，哎，我去滑雪了，回來的時候腿就是斷的。覺得我現在的工作已經不允許我犯這種錯了。到時候錄 talking 都是大家好，對啊，就全部手都斷了。你要是腿斷，那就是真是贵好。这边是属于我家这边最接近长白山的林场。你们有机会，如果要是5月份来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带你去抓蛤蟆。尤其是在这条国道上，路边很多林蛙。你要是上餐馆吃的话，20到30吧。这东北人都吃是吗？哎，不是哥，我还真不吃林蛙。你不吃？我不吃，我比较害怕。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受得了，等你们吃你们就知道了。我大概可以预想到我要吃到什么，直接转场。Come on, baby。这个是林蛙，我不知道多少东北人吃過，你能講一下吃起來的感覺？大補。哇，我真的不是特別喜歡吃這種蛙，你看這個東西看着就很恐怖。你能吃嗎？吃不了。它沒有去皮，但人家我說，雖然外形看着很糟糕，但它有點太好吃了，怎麼辦？真的很好吃，真香。就腿吃起來像那種超嫩的雞肉，但是內臟吃起來就是一種像沒有味道的公蟹的那個膏。對，就是評價整體來說已經是我怪東西裡面排比較高的。就我認為那個羊的羊尾油什麼的都比這個要難吃，就這個是好吃的，這還不錯。實話說，這林蛙接受起來還是有點難度的。我個人也不太相信食補的說法，所以吃在嘴裡總歸會有點奇怪的感覺。但是東北的美食，像鐵鍋燉這樣的東西，我還是非常推薦的，量大又好吃。那除了美食之外，在北方的冬季還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畫面，因為北方的馬種本身就耐寒，冬天會長出厚厚的冬毛，而牧民為了讓馬群保持強健的體能，反而會在嚴冬把它們放到戶外去散養，所以你就能在雪原之上看到沒有任何韁繩束縛的萬馬奔騰的景象。
你好，志己。打開雪地模式。好啦。呜呼！这车智能化真不错。智己 S9我们一路开下来，觉得这个体验超级好。它的车的灵活程度有点離譜，它有這個靈犀數字底盤，配上它這個24度的後輪轉向，你看這種各種小的這個地方，這種雪道隨便轉，超級方便。這應該是我開過最好開的6座 SUV， 就是超級大6座，整個空間超級舒適。然後這個車的續航距離譜，因為它是一個增程的車子，它有這個恆星啊超級增程這個架構，所以說它續航有1000多公里。然後平時的話，我們就用電在城裡開，像現在加油就超級方便。然後我們現在馬上去見一個很厲害的老哥，他70多歲了，50多年研究動物，曾經是長白山自然科學博物館的這個館長，然後很擅長做標本。然後他現在已經退休以後10幾年都在追一種動物，就是中華秋沙鴨。非常有搞頭，朴老師您好，您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您叫我小潘就行。小潘。您平常就會在這邊蹲守就在拍嗎？這主要是以科研為主，主要我們是觀測它的一個行為。為什麼要特別觀測這種鴨子呢？這個中華秋沙鴨它是一個古老的物種，現在呢它那個全球不到3000隻，長白山區域繁殖的能有個100對左右吧。每年這個鴨子呢，從南方呢，一般就是3月的4號、5號，左右就從南方都飛到這兒來，就準時來，很準時，很準時，緊接的前後不超過1天。那您說，比如說3月開始，您家裡面就這個不着家了，您就一直在這邊就一直看。對，一直在這兒。完了後，那鴨子開始小鴨子孵化出來，孵完完了後都長大了，完了後它們遷徙走了，你就回去啊？對，我就。那你不是每年得有5個月都在這塊地方待？基本是那樣吧，基本。您70多歲，每天就在這裡，那您吃啥呢？這。我們有時候自己帶點乾糧或者有時候自己那個煮點方便麵吃。那可辛苦了。挺辛苦的，不過挺有樂趣。這個鴨子平時就在這塊地方蹦躂，是吧？在這個區域接近5公里吧。這個河段裡頭也有一個水塔。水塔啊，這裡應該沒有東北虎。你看那邊那邊，那邊應該是一個水塔。有兩隻。這個算運氣好了嗎？太好了，你們運氣太棒了。還在那兒呢，你看還在那兒呢。這水塔也太可愛了。哎呦，我蹦下去了，跳水呢還，我說這家伙厲害。哎呀，漂亮就好。從朴爺爺的話語裡面，我想你應該能感受到他對這份事業發自內心的熱愛。每年3月，他和中華秋沙鴨就像是老朋友一樣，會在這條5公里保護的河道上再次相遇重逢。也正是因為有朴爺爺這樣一批科研和保護人員，這些東北的野生動物數量其實在悄悄的恢復。相比20年前，野生東北虎的數量大概增長了3倍左右。行車途中，我們就在路邊遇到了下山覓食的野生狐狸，警惕又好奇地望着我們。只希望我們大家都不要去主動餵食它們，這會帶壞它們的習慣。希望這些在寒風裡面頑強生活的小家伙們，都能在這片森林裡面安全健康的長大。那正好之前我們一點點不一樣頻道也拍攝過東北虎的素材，借此機會分享給你。就是我現在唯一一種情況會在外面吃飯，就是和團隊吃這種工作餐。之前去試過吃一次壽司，我整一個過程就是深蹲，就是不停地上來拍照，然後我就一直在蹲起。我很好奇的一點，就是你晚飯吃什麼？就外賣那個什麼馬記勇牛肉麵啊，然後陳八兩那種。但我現在就是有時候對自己好一點，就是我有時候點麵，我能點到加料加到60塊錢。這是太奢侈了。哎呀，不是，我有時候我真的覺得忙了一天好難受啊。那我的麵總得好一點吧，先加一份大腸，再加一份肥牛卷，再加一份油渣，再加一份青菜。好了，60了。別對自己太好。就是你的脂肪肝就是這麼吃出來，是不是吧？你這是，是不是嘛？
真的对于我这种比较忙，一天就只想吃口好的。要是我再吃一个东西不是我最爱吃的，我就会觉得我都已经这样了，我怎么还不能吃口我想吃的？碳水使人快乐。吃饱了就開始幹活，特別有幹勁。這個長白山天池的人的數量有點離譜，因為我們公司吧，講真的，在杭州算很偏的地方，就是平時我身邊會見到的人最多應該是10個人。就突然給我拉到這種地方來，我是非常不適應的。我從小到大都不喜歡人多的地方，就是人多我就很害怕，我就想躲起來。我一直很希望我們能拍一個，就是如果劇多的能再拍個綜藝，就是挖地堡。就如果我給一個人超級多的資金，所有的許可，讓他1年之內建一個地堡，能建成什麼樣？必須得是一個 I 人去幹這個事兒。就我講個很奇怪的東西，因為現在我出差實在是太頻繁了，所以說導致一個情況就是我經常是昨天在一個熱帶地區，第二天在一個極寒地區，所以我的行李箱裡面永遠有2套，一套是夏季的，一套是冬季的極寒衣服。上一個出差你在哪裡？澳大利亞大堡礁，28度。結果我覺得我身體還挺牛的，講真我居然沒有感冒過。好冷好冷。哦，終於看到天池了。這個是個火山口哎，我們在這裡是能看到朝鮮的，是嗎？天池為什麼這裡不能飛無人機？你知道為什麼嗎？因為那邊就朝鮮了嗎？對，因為天池的一半它是朝鮮的。這風刮到耳朵疼，但你看，你說你真的見到這個天池的話，你說不震撼，那還是挺震撼的，就是太冷了，太冷了。其實能夠親眼看到長白山天池，我們已經足夠幸運。因為1年中大部分時間，它都深埋在風雪和雲霧之中，都是關閉的。但是由於邊境和法規的原因，即便能夠看到這天池，我們的視角也一直局限在地面，沒法拍到好的素材。但是幸運的就是，我的好朋友常年在長白山創作的小東老師，他有在合法拍攝條件之下飛行的航拍畫面。也多虧了他的支持，我們才能把這片長白山在200萬年間繪成的血色畫卷，以最完整的樣子呈現給你。這就是本次樣片日記的全部內容了。非常感謝智己 iOS9 對於本期節目大力支持，它的冷暖箱、4D 機械按摩座椅、BNO 音箱，讓我們全程非常舒適的在零下10幾度的天氣完成了本次旅程。那更重要就是它的超級增程和數字底盤技術，也讓我們在北方的駕駛前所未有的安心，是一輛在北方表現沒有衰減、特別可靠的新能源車。這次樣片我們已經在我們的官網準備好了。如果喜歡本期節目，也請記得投幣、點讚、3連轉發，這對我們有非常大的幫助。那麼我們下次再見。